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今天我们会聊的最主要的话题呢，是延续着上个礼拜我们在讲的 Google I/O 发表会，但是这一次不同的地方是呢，我们会围绕在的是一般的工作场景，或者是我们讲的企业用户，或者是如果你今天是白领的工作，或者是如果你想要用 AI 来提升你的工作效率的话，那到底这次 Google I/O 发表会发布了什么样的一些产品跟功能呢？会对你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那我觉得如果要看好这整件事情呢，其实要从两个维度出发。那第一个维度呢，就是其实这个企业市场比大家想象中的还要更加的大。OK，这个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就基本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方向呢，就是 Claude 或者是我们讲的 Anthropic 呢，这间公司呢已经是非常 focus 也非常专注的在开发企业相关的一些应用，以及它在这个企业赛道算是布局的最久，也是目前为止做到最顶尖、最强的一个 AI 的一个公司。那紧接其后的呢，则是 ChatGPT。那基本上为什么突然间 OpenAI 会转向去做企业市场呢？是因为他们发现到了一个最大的一个难关，也就是在于一般的消费市场，这个市场呢，跟以前在 SaaS，也就是我们讲的 SaaS 的这一个市场呢，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差的。以前我们在讲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呢，消费者市场，因为每个人只要给一点点的钱，但是因为有很多人都愿意付费，比如说 Netflix，大家都愿意每个月的去订阅你，所以累积起来呢，你每个月就有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收入。这个是以前 SaaS 模式的一个玩法，所以那个时候呢，如果你是想要去针对企业市场，反而是比较难做的，因为企业市场可能它每一年能够带给你的利润，没有像这个消费者市场那么的庞大，那么多人也那么容易扩张到其他的国家。但是在 AI 时代呢，我觉得这整个东西好像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转变。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大家发现到大家对于 AI 不是很愿意付费。当然，这个在 SaaS 时代也是有，就是很多人都是，我会想办法去不付费的情况下面，同样可以看到这套戏，或者是同样可以获得这功能。所以到了 AI 时代也是一样，基本上就是，哪里有便宜的 AI，哪里有免费的 AI，大家就会去用那个 AI。所以呢，就导致有很多很多的消费者其实是不愿意付费的。所以在这个阶段下面呢，你就会发现到有很多的人呢，他们在使用你的产品的时候呢，他们的确可能是 ChatGPT 的一个用户，每天都用了 ChatGPT 很多，但是他们都是免费的用户，所以这无形中反而不只是没有帮你带来收入，反而帮你带来很大的一个成本，因为它不像 SaaS，我今天假设我拍完了一套戏，或者是假设我做好了一套软件，我就放在互联网上面让大家去使用，基本上你多一个用户能够带来的 costing 并没有太多，但是 AI 不一样，因为 AI 做的事情是算力，AI 做的事情是会做运算，那这个运算呢就会牵扯到电力，它就会牵扯到数据中心的运转，所以基本上免费用户在上面做的每一个动作呢，都会是一个成本。这也导致 OpenAI 一直以来都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僵局呢，就是它虽然有着全世界最多人使用的这个 AI，然后在心智方面呢，大家想到 AI 都会先想到 ChatGPT，但是呢，它的获利却一直不是很漂亮，因为大部分人都是使用免费的这一个方式在用这 ChatGPT，所以它的使用用户看起来很多，但因为这些大部分都是这些免费的这些用户呢，它其实反而拖累了它所有的这些赚来的收入，它从订阅用户身上赚来的这些钱呢，反而很难去能够真正的完整的 cover 到这些免费用户在使用的这些量。也就导致这个方向呢，Claude 呢给出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答案，就是在企业市场，因为呢，在企业市场就完全不是这一回事了。对于企业来讲，只要你今天能够帮我赚更多的钱，或者是能够帮我省更多的钱，我就愿意付费。你能够帮我赚出200块的钱，那我给你100块也是非常非常合理的。所以现在不再是像 SaaS 的那个情况，是大家都是按席位来收费的。比如说我的公司100个人，那我就买100个 license，然后我就用100个的每个月的订阅。但是现在呢，因为我发现到 AI 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其实公司反而是在裁员的。我从本来的100个人，现在可能只减到差不多60个人，我减了40个人，那我是不是只跟你买60个来生呢？所以这个东西在 AI 时代似乎也变得不成立了。更何况呢，这60个人呢，可能他们能够做到以前100个人都做不到的东西，他们现在可以做到200个人公司该做到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能够赚到那么多的收入，他们当然愿意付出更多的 AI token，付出更多的 AI 算力。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企业市场反而变成一个兵家必争之地，也就是大家发现到这个是一个更加重要的一个市场，因为呢，这里有着很愿意付钱、很有意愿去付费的企业用户，不管他是大企业也好，不管他是小企业也好，只要他是企业，他突然间都发现到这个 AI 算力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资源，甚至有了这样子的 AI 算力，我是有机会可以跟大厂去拼搏我出产品的速度的。这也是为什么 OpenAI 现在很积极的转型，就是基本上他们已经完全的转型成它的第一目标就是要服务企业市场，所以 Anthropic 已经成功的开通了这条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回到今天的 Google I/O 呢？其实，在谷歌呢，它是完全不能够放弃企业市场这一块的。那当然，就像这次 Google I/O 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谷歌真的是想要让它的 Gemini 无所不在，什么人都可以服务，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使用场景，不管你是普通消费者，不管你是企业用户，不管你是大企业，不管你是小企业，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情况，最好你都能够用在 Gemini。所以这一个是我们今天在讲的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角度。再来第二个角度呢，则是他们其实是把产品跟模型这两个东西是分开的，也就是说，在这样子的通常一个这样子的 AI 模型公司里面呢，他们是有分为模型部门，也有分为产品部门。那这两个的差别是什么？首先呢，模型部门是现在很多科技公司还没有的，基本上就只有现在最强的这三家是有这个模型部门。那模型部门最主要在做的事情呢，就是不断的去在这个非常竞争的模型市场，不断的去推出更新的一个模型，推出一个更加创新的一个方式，来让自己能够提供市场上一个最强的一个 AI。那这一个赛道是非常非常竞争的，但是它却是所有东西的基垫。基本上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 Google 没有 Gemini 这么强的一个模型，它所有的商业模式在现在呢都会看起来非常的薄弱。所以基本上模型这个团队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他们能够推出什么样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创新的方法的一个模型呢，就会直接决定了他们接下来能够领先多久。但是不管他们能够领先多久，就像我们讲的 Gemini 3那时候是多么的风光，它也只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半年之后呢，就会有其他的人会追上来，就会有其他人能够推出一些更加创新的一个方向。所以到时候我觉得模型就是一个非常难竞争，但是它又是非常关键对于整个公司营运方向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所以就变成是一个现在是一个最烧钱，但是同时间也是大家投入最多的一个部门。那至于另外一个也很重要，当然就是产品部门。所以产品部门呢，更加重要的是如何去发挥这个模型的优势，以及是让整间公司能够赚钱。那 Claude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啦。那 Anthropic 其实呢，它的模型一直以来都不是属于最强，但是因为它在 coding 上面不断的去精进，不断的去挑战 coding 上面的一些创新，不断的在 coding 的这个问题上面呢，让自己的模型能够做得更好。但是呢，其实从消费者或者即使从企业用户的角度呢，你模型变得这么好之后，我也不一定能够完整的发挥这个使用用途。但是呢，Claude 就这样子是从产品的团队的角度呢，突然间给了一个大家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使用产品的方式。那有了这样子的一个颠覆呢，就会让大家突然间意识到，哦，原来你的模型是那么的强的，之前都感受不到。但是因为我现在用了你的这个产品，我才感受到你的模型是那么的强。所以这个就是产品团队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它必须能够凸显出自己模型的强大。再来第二个部分则是呢，它才是最后能够让大家去愿意付费的地方，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最后还是愿意为了结果付费。你今天直接拿出了这个工具，告诉我这个模型能够做到这个程度，告诉全世界，现在这个工具呢，能够很大幅度的帮助你提升很多效率，能够很大程度的帮助你增加更多的收入。那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愿意为了这个东西去付费。所以最后也是因为 Claude 的一个成功呢，才导致 Anthropic 现在有了这么好的一个付费的一个意愿度。我觉得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在看的是两个方向，一个是模型，一个是产品。这两个方向呢都是非常关键，也是互相牵扯、互相影响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如果今天你只有一边的话，是吗？那它依旧会有非常大的问题。如果你今天只有模型，你没有一个很好的产品，那大家感受不到你的强大，很容易被对手给超越。但你如果今天只有产品，没有模型，就好像以前的谷歌在 Gemini 2的时候，或者是在以前上一个版本的 Gemini 的时候呢，就出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模型不强，但是它的产品很强。YouTube、Google Map
Google Docs、Google Drive，这些都是全世界很多人在使用的产品。但是当它的模型不强的时候呢，就会让它的产品显得非常的薄弱，它的产品的能力呢看起来非常的差。诶，你能够做到这个东西，别人能够做到更好的东西，为什么你的产品好像没有什么 update 到这样子的？所以这一个就是在 AI 时代下面非常重要的两个，我觉得是企业的两个命脉，或者是我们讲的两个支撑它的两个角啦，就是一个是模型，一个是产品。那我们讲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正式的去看这次 Google I/O 发表会呢，到底具体上发布了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它是属于模型的创新呢，还是属于产品的一个创新？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的当然就是它的 Gemini 3.5 Flash 这个部分呢，其实我在上一集已经有分享到更加的详细了，所以我这边非常快速的带过，就是 Gemini 3.5 Flash 就是奔着能够去做 coding，能够去做完成任务，能够去做 AI agent 的一个方向去延伸、去进步的。那它最主要目前为止最大的强项呢，就在于能够平衡价钱以及效率以及速度以及能力这几个方向，他想要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极致。也就是说，我没有像 Anthropic 需要花那么多的一个算力跟那么多的一个成本，但是我能够做到很多的事情，我能够让你感受到便宜又大碗的这个算力，你能够有源源不绝的算力，能够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当然，这个能力上面做出来的成果是不是好的，这些都是有待去看的啦。基本上目前为止的大家发现到，只要你是跟顶级的模型，比如说我拿去跟 ChatGPT 5.5，或者是我拿去跟 Claude 的 Opus 去比呢，它就是没有办法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所以基本上就有点像是它非常快，它做的非常多，它非常的便宜，但是很多东西它做不好，就是现在大家给人的感觉是这样子啦。那这个其实也是回过头来，是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硬体上面的优势，也就是我们讲到的 TPU。那 TPU 呢，就是 Google 自己研发的一个 AI 芯片。基本上大部分人在做 AI 训练的时候，都是使用 NVIDIA 的这些芯片，也就是为什么 NVIDIA 能够变成全世界市值最高的一个公司嘛。但是呢，Google 自己呢有很大的一个部分使用的是自家的这个 TPU，这个也是他们其实已经开发了很多年的一个产品。那 TPU 最主要的核心优势呢，就在于成本的管控。当然，你说它可能一些最巅峰的一些运算呢，它是没有办法做到像 NVIDIA 那么好的，但是呢，在运行起来最有效率，整体的运行速度最快、最省成本呢，这里一直以来都是 TPU 最强的地方。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到，它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强大的这个 TPU，它才能够发布这个 Gemini 3.5 Flash，它们是环环相扣的。这是因为它的这个硬体已经铺垫了很多年，才让这一个 Gemini 3.5 Flash 能够以这个姿态登场。而它登场的这个姿态呢，就跟这个 TPU 是完全一样的，走的就是便宜又大碗又非常快的一个方向。那接下来我会再聊两个我觉得对于企业端非常重要的两个产品，基本上也可以是我觉得接下来整个 Gemini 最核心，如果想要提升在企业市场，或者想要提升在白领工作，或者是想要帮助我们在做知识工作，我们讲的 knowledge work 这些部分呢，非常重要的两个产品。首先第一个呢，当然是在做 coding 的这产品，也就是我们讲的 Claude Code 的一个对标物嘛。那 OpenAI 推出了 Codex，那这一次呢 ，Google 也把自己的 Anti-Gravity 呢升级到了2.0。那2.0最主要的做的事情就是它其实把我们讲的 Agent 产品还有它的 IDE 产品这两个产品呢给拆分成了两个产品。那 Agent 产品呢就是回到更加像 Codex 更加像 Claude Code 的一个产品，也就是它没有这么多复杂的一些 coding 的界面，它就只是非常纯粹的让你去跟 AI 聊天，然后 AI 会展示一些需要你看到的一些资讯，但是你能够非常快的去让 AI 去做迭代，对于你的 coding 去做迭代，对于你想要开发的产品，帮你完成这一个开发的这个任务。那另外一个产品呢，则是 IDE。那这个 IDE 其实就回到之前的，一直以来都是大家传统上使用 AI coding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元素，当然就是可以看到很多的 coding， 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旁边可以接很多不同的一些插件等等的一些生态。那这个部分呢，Anti-Gravity 还是保留了，但是你可以看到它依旧是变成是一个更加小众在使用的一个产品了。现在它主要 focus 的就是在于这个 agent， 也就是我们讲 Anti-Gravity 2.0真正的整个界面，也就是更加偏向一个 AI agent 的一个形式。但是目前为止这样子听下来跟这样子研究下来呢，你就会发现到其实整个发表会跟大家事后的反馈呢，它并没有真正的有什么样的功能是非常让人震撼的，很多的功能都是对手已经有了，它只是把它做上去罢了。所以你就可以感觉到，其实，在 Anti-Gravity 那里呢，Google 好像完全还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同时间呢，他们没有真正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创新，很多的东西呢都是已经是他的竞争对手出了，所以他也只是算是把功能给补齐。所以就比较对我来讲，他就可以感觉到是一个还没有准备好，或者是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和这两个一
线的这个产品去竞争，它能够做到的只是接近这个一线产品。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面，就会很明显的看到这整个Google I/O 的这是整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或者是我觉得整个 Gemini 现在面对最大的一个状况就是，它其实就是在企业市场，它就是回到第三名的这个阶段，第一名大概就是 Anthropic，第二名就是 OpenAI，第三名才是回到 Google Gemini。所以你就可以感觉到呢，Gemini 整体的系列的产品，包括这个 Anti-Gravity 呢，它其实就是在这个第三名的位置。这个是我对于 Anti-Gravity 整体的一个看法。那接下来另外一个是我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个产品，叫做 Gemini Spark。我觉得这个才是接下来大家最会愿意使用，或者是我最期待也最希望它真正能够完整的发挥它的优势，能够让我真正的把我更多的知识工作给完成的一个产品。那 Gemini Spark 是什么呢？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对标 Claude 的 Cowork 的一个产品，也就是说呢，他发现到很多的人其实需要这样子的一个 AI agent，尤其是当你在做一些知识工作，当你在做很多工作的时候，你需要很多 AI agent 来帮助你。那这些 AI agent 呢，它就不再是像以前 Chatbot 的时代，就是我问一个问题，它给一个答案，然后我自己去把这个工作给完成。现在比较像是整个角色都反过来了，而是变成是我今天下达一个指令，他看到了之后，自己理解之后，自己去完成任务，然后回过头来，最后我再做审核，才决定这个东西我是需要他继续改呢，还是我直接就可以上线了。所以他就把整个工作流程给完全颠覆了。这个就是 coding 现在发生最严重的情况，就是很多代码都不是人在写，都是 AI 在写了，人只是在做最后的审核。所以回过头来，我们知识工作也会变成完全一样的东西，也就是不管是我们是写 email，写文件、制作报表，或者是做 slideshow，很多很多的工作呢，其实一直以来都是由人类来做，但是现在呢，AI 就能够做到更完善、更加完整的一个版本。重点是它能够解放你的双手，解放你的劳动力，让你不需要一直长时间在电脑前面，你只需要在他做完工作之后回来检查他做的这个成果。甚至呢，因为它是 AI agent，你可以想象它现在开了无数个分身，你可以在同时间开启很多个 AI agent，帮助你去完成可能你的整个创业路上或者整个工作的路上的各个方面。比如说，同时间有一个 marketing 在做这，同时间有一个 sales 在做这，同时间有一个 operation 在做这，就是有了这样子的一个 AI agent，它就真正能够让整个 knowledge work 被大幅度的解放。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企业反而是面对裁员的一个状况，就是因为他们发现到了 AI 其实可以做更多事情，一个更好的一个人才可能可以顶替掉整组10个人能够做到的一个成果。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期待 Gemini Spark 的一个原因。那其实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产品呢，我们要看的是两个最核心的一个关键呢。首先就是第一个，当然就是它的 agent 完成任务的这个能力。就是如果他今天这个 agent 呢，他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完成任务，他没有办法刚才提到的同时间有很多个 agent 在跑，或者是这个 agent 最后出来的结果并没有那么好，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去使用这样子的一个产品最大的一个关键。那再来第二个呢，则是它能够连接外部工具的这个能力。就你可以想象一下，你不会把所有东西都存在 Gemini 上面的，对吧？很多时候你的公司的资料呢，都是存在 Google Drive，存在一些不同的地方。像我们会有一些 online 的数据库，我们会存在我们自己的 cloud 系统，我们会存在自己用的一些办公的一些软件。所以这个时候 Gemini 要怎么看到这些东西呢？当然，以前我做的方法就是我手动的给他这些资料嘛。但是呢，如果今天它能够连接这些外部工具，比如说刚才我讲的，它连接飞书，连接 Google Drive，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使用上面的体验的改进呢，就是你现在可以很轻松的下达命令，因为它会自己去搜索这个东西里面有什么，比如说它搜索 Notion 里面有这些文件，它自己开始去做作业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到，你不再像之前这样子，你要准备很多的资料给他，他才能够开始去做任务。这一个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别。所以我们就接着这个东西，我们直接来看到底 Gemini Spark 它的最大的优势在哪里。我会觉得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够使用谷歌的原生的产品，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 Google Workspace，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键。你可以想象一下，现在 Gemini Spark 它是不需要接驳任何的外部工具的，因为它跟所有的谷歌的生态是打通，或者是他们就是一家人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它要看到你的 Google Calendar， 它要看到你的 Gmail， 它要看到你的 Google Drive 里面的资料，是非常非常轻松、非常非常非常容易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就是 Gemini Spark 最强的一个功能。对我来说，这个也是我最期待的一个功能，因为之前呢 Google Workspace 一直都没有很好的开放那个外部接口，所以我的 Claude 呢其实要做起来是非常吃力的，或者是它做出来的结果我觉得没有得太好。所以之前一直以来做的方法都是我会让它输出成 Microsoft Word， 输出成 Microsoft Excel， 我再自己手动的抄到 Google Doc 或者是 Google Sheet 上面。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好像可以完整的解决，因为它是 Gemini Spark， 因为它就是 Google 生态的其中一个环节。所以这个时候呢，你
需要它帮你看完了所有的 calendar，看完了所有 email，再做下一步动作，再去看完你 Google Drive 之后呢，自动的帮你整理成你需要做的工作，或者是直接帮你把这些东西都给打理好呢，现在全部都可以交由这个 AI agent 来进行。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从头到尾最期待的一个功能。基本上你想要制作任何的工具、任何的文件，你好像都可以做到了。举例来说，你想要做一个 document，那你可以连接 Google Docs；你想要做一个报表，你可以连接 Google Sheets；你想要制作一个 slideshow，你可以连接 Google Slide 或者是 Notebook LM；你想要做一个影片，现在它有了最新的 Gemini Omni；你想要制作照片，它也有 Nano Banana。就连你想要制作音乐，它都有一个 Google Flow Music，所以你能够发现到呢，就是因为这个原生的生态，加上了它现在把这个 agent 给补齐之后呢，现在这个 agent 能够 access 到所有的生态的工具，任何你想要的东西，它都能够直接把它给做好。当然，这就取决于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它的 agent 是不是足够聪明，它的模型是不是足够聪明，是不是足够强大，是不是真正能够做完这整套流程，中间没有任何的断点，能够很完整的去把长时间任务给完成。只要它能够做到这个呢，那 Gemini Spark 绝对就是一个最强的工具。而且呢，它还有一个非常亮点的一个功能是我很喜欢的，也就是它是整个都是运行在云端上面的。这个云端上面最大的差别就是呢，像我之前在使用 Cowork 的时候，一直以来遇到的问题就是我必须把我的电脑给打开，因为它是在我的桌面上面去运行的，它是透过看着我的桌面上面的一些东西，再结合互联网，它才能够完整的运行 Cowork。它就变成是，比如说今天我赶着去见客户，但是我的 proposal 还没准备好，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是把电脑放在车上打开着，我就驾车的途中，我就等待我的 AI 帮我做，然后可能到那边之后 AI 做完了，我就做最后审核，我就可以上场了。但是呢，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状况是非常狼狈的，就是我需要背着我的电脑，或者是我需要抱着我的电脑上车，还要让它打开，还要确保它能够连上我的 hotspot， 要不然在移动过程中如果没有互联网，它的任务就会断了。但是呢，如果今天它是完整的走在 cloud 上面，完整的走在云端上面呢，就跟我们在使用一般的 AI chat 是一样的，就是我问了这个问题之后，我可以直接出门，我打开手机，我可以继续问，我走到那里，它都是完全同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云端上面的功能呢，就是这一次我感觉到 Gemini Spark 最大的一个亮点。但是呢，它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缺点。我觉得最主要的缺点就是呢，你可以感觉到呢，它虽然推出了这个 Gemini Spark，但是我觉得它没有真正的准备好，或者是它感觉还有很多功能还没有开放。就是如果你从它开放的这个时间线来看呢，它是先开放给美国人使用罢了，然后等到之后才会开放给亚洲。那同时间有很多的功能，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连接外部的工具 MCP 这些功能呢，现在看起来都是阶段性的更新，也就是讲它并不是一次过就开放给你，它可能是要分时间、分阶段你才会使用得到。所以从我的角度，最后来做一个总结的话，我会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让我觉得很没有诚意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很多的功能呢，你虽然是发布了，但是你没有马上发布，而且现在我能够使用到的那个时间，我也不懂是什么时候。那依据以前的一些经验呢，比如说之前的一个 Gemini in Chrome 呢，大概都是要过个3个月到6个月之后我才能够使用。可是那个时候呢，3个月到6个月，你可以想象 OpenAI 跟 Claude 呢，早就已经把功能迭代了多少次，它可能都有下一代的模型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产品是不是真的能够跟上呢？这个是我非常保持怀疑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也是这次我从 Google I/O 看完之后呢，我自己感觉到。这一次谷歌真的是没有跟上，或者是它真的是完完全全站在第3名，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到第1名跟第2名。当然，你问我原因的话，还是回到我们之前一直以来在提的，就是因为它想要照顾到每个市场，它什么东西都要开发，它想要一个模型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不管你是企业用户，不管你是 coding 的任务，不管你是做影片、做照片、生成文字、一般上的聊天。不管你想要做 AI 做任何事情，我都要用一个 Gemini 的模型可以满足你。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的目标太大，对手太多，遇到的每个使用场景的对手都非常强大，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一次Gemini 比较吃亏，或者是整个 Google I/O 下来呢，我感觉到好像谷歌真的是完完整整落在第3名。所以这个就是我对于这次 Google I/O 发表会的一个总结，也是我自己觉得谷歌在于企业市场这里呢，我觉得它的发力不够，甚至是我觉得它接下来会面对很大的一个挑战。当然，我们能够期待的就是它的下一代的模型啦。如果它今年能够推出更强一个模型，也就是这次没有发布的这个模型，
Gemini 3.5 Pro。如果这个模型呢能够一下子惊艳到大家，那肯定的，它所有的产品呢突然间又回到了第一名的这个程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你必须要同时要有产品，也要有模型。今天你的产品看起来功能都已经追上了，但是呢，你没有一个更强大的模型的情况下面呢，比如说这一次他们一直强调的 coding 的能力，它其实 coding 的能力并没有真正的追上 Anthropic 或者是 ChatGPT 5.5。那在这个情况下面，就会显得它的整体的产品都会出现没有办法有这么强的一些创新跟一些很让人家觉得非常震撼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的一些分享，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谢谢大家，拜拜。